有个邪门的习惯，只要这个国家日子一变，少女的类型就会被重新发明一次。2000年以后，无论在现实街头还是虚拟网络，出现了各种更崩坏、更矛盾、更加神经质的少女形态，灰色、危险、孤独和创伤感。像约会软件里的竹林女友，拉着箱子的神代少女，歌舞伎町的东横少女，大阪的古里狗少女，专门收割男性的伊达达基九喜收割女，还有扎着马尾的地雷系少女。80年代昭和，少女还是男人们的梦幻乌托邦。到了90年代平成，他们手上突然有钱了，染头发，穿泡泡袜，变成了商业统治者。但到了令和，他们开始直接崩坏了。我是恶童，小东西大时代。今天少女篇的第3集，我们来点猛的，有容器有凶器的崩坏少女图鉴。2026年，一部叫《Yaninego 尼古喵喵》的动画新番播出，里面的主角应该是日本当下最受欢迎的二次元问题少女之一。上线 Nico 2周就突破了60万播放，直接冲到了夏天新番榜第1，还进了网飞日本的周榜第3，甚至连新海诚都上头了，在 X 上随便发了一句 Yaninego Omoshiroi， 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这条推立刻就爆了10万赞。目前的确成了现象级的商业作品，但是你只要看一眼剧情，绝对就会三观尽毁。21岁的佐藤烟子，一个彻底烂掉比地雷还雷的少女，除了长相和身材，集齐了最恶心最讨厌的元素。重度烟鬼，每天在垃圾房间里睡觉，几天不洗澡，骗闺蜜的钱，每天连零工都懒得打，别说什么可爱温柔，说她一堆烂泥都算是好的。她人生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把烟头掉在床上，别把痰涂在别人头上。而且剧里所有的少女角色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整套设计就是拿社会现状和传统少女在开刀。为什么 Yaninego 会火？不光是虚拟角色，这样的崩坏少女其实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来看看大阪的古里国大招牌，一个关于健康、阳光、活力的繁花图腾，跑了都快1个世纪了。今天企业自家的口号还是健康的每一天。但就在这个象征活力健康的下面，聚集了一群离家出走，靠着灰色交易度日的古里狗少女。有人来找同类，有人长期不回家，情况严重到市政厅、福井商店街专门成立了应对支援机构，还在附近开了一家 Young Center， 能吃饭、睡觉、看医生、找住处、找工作，大人们也算煞费苦心。熟悉东京的人会觉得这画面很眼熟，因为歌舞伎町早就有一个版本了，东横少女，当然里面也有男孩子啊。东京是在电影院旁边，大阪是在广告牌下面，名字不同，城市不同，功能几乎一样。他们都在商业街给自己搞了间野生客厅。少女少男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时尚，是因为家庭暴力、生活贫困和压抑的社会。少女们也只能在街头抱团，乍一看就像一群人在聊天，但旁边早就形成了一套寻找、控制和变现他们的灰色市场。这些已经不是年轻人躺平这么简单的了。Yaninego 和上面这些崩坏少女真正的内核是免责这2个字。就算人烂、生活烂、房间脏、钱包空、人生没希望，我也不想被教育。从昭和到平成，所有的教条都在告诉年轻人你可以变得更好。但令和这些少女告诉你，我不想负责任，也有权不负责，包括我的人生，这个就是免责。这可比躺平摆烂严重的多，不光是经济停滞造成的，还有长期发酵的社会心理和家庭问题后遗症。日本年轻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这种免责券的？当然往回到30年，1993年开始，日本出现了一个名字，就业冰河期。泡沫破裂以后，各个企业背着坏账开始缩编，应届大学生就业直接跌破了 55%， 历史最低。91年，一个大学生进一家企业，平均对应的是 2.8 个岗位。到了2000年，只剩下 0.9 个。在应届生统一招聘制度下，如果你22岁还没挤上进企业的大巴，这辈子基本就和主流脱轨了。接下来的垃圾时间里，日本产生了接近400万的派遣员工和短工人群，还有接近100万不和社会接触的隐藏青年。80年代风光无懈的老爹们，自己的饭碗都快保不住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女们穿着黑色西装拿到无数份拒绝信，很多家庭也就撒手不管了。这种被时代抛弃的窒息感，在日剧里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2016年工藤官九郎的宽松时代又怎样？里面1987年、88年前后出生的这批人，正好撞上了冰河期和宽松教育。他们在职场上被老一辈羞辱，你们这群宽松时代还真是没用啊！
所以剧里的柳乐优弥和冈田将生在居酒屋里喝得酩酊大醉，就像说出了那句心里话：冰河期是我们选的吗？宽松教育是我们申请的吗？凭什么时代犯的错要我们这代人来买单？就业冰河发酵的结果是长久和灾难性的，整整一代日本年轻人彻底失去了买房、买车、恋爱、结婚的各种欲望，拧巴、逃避、害怕负责的人也越来越多。就业冰河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环境，然后随着御宅游戏、轻小说、互联网、匿名社区等各种亚文化兴起，他们的情绪开始在虚构角色里找到出口。男人已经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女神了，他们只需要一个同样带着创伤、同样不完美的少女容器，来一起趟过这场漫长冰河。于是商业文化为了安抚事业宅男，量身定制了各种二次元创伤少女。在这个时期，把少女和创伤解构的最深的就是新房照之和西尾维新的神作《物语》系列。2006年，西尾维新开始写《物语》系列，09年新房照之把《话物语》搬上了 TV， 这一套是影响了一整代宅文化的问题少女图鉴。系列里有着完美身材、品学兼优的班长，面上什么都懂，什么都忍，永远不给别人添麻烦，温柔善解人意，但背后是在家里只能睡在走廊，长期遭受家庭冷暴力，有着强烈抑郁和人格压抑的宇川义，有毒舌傲娇，但内里同样是家庭崩塌背景和有着 PTSD 的战场原黑衣，还有被迫乖巧听话不会拒绝的门妹子千石福子，最后在残酷环境下彻底黑化，还有表面上看上去还算正常的老苍玉，最后就是集御姐、少女、怪物、受害者和支配者所有属性的完全体于一身的吸血鬼少女。她的名字长得像一份法式菜单。问题少女们在这儿集齐了。男主阿凉凉木利是一个自卑孤僻、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男生，在深夜里看到那个吸血鬼少女基斯秀雅在向他求救。其实从男性欲望角度来看，男主并没有真正的拯救她，反而是通过剥夺她的力量，把她阉割成了一个安全无害的附属品。商务语直接刺穿了所有的伪善，因为男主并不是勇敢，他就是自卑伪善，幻想自我牺牲去救什么美少女来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但那个被他救下的少女却是一个会吃人的怪物。最后结局是两个人都没获得救赎，只能成为彼此身上的伤口，一起掉进坑里互相折磨。这一套作品直接把少女身上的創傷和崩溃提炼成了吸引失落男性的全新标签。残念、友達できちゃったね。其实现实中的男人身上也有一大堆说不出的问题，失业、失败、不想长大、害怕进入社会、焦虑、孤独、自我厌恶，这些东西如果让一个男人坐在镜头前哭就很难看了，更别说有人想买了。所以得把他们装在一个漂亮的少女容器里，然后就可以做动画、手办、小说、游戏和周边了。如果说文化影像里的少女还在等人来救，那么令和还真出现了被拯救的少女角色，伊达达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简称为收割女。2023年，一个网名叫莉莉酱的少女通过交友软件接近男性，希望得到他们的救赎。她从3名男人那儿报了1亿5600万的金币。更离谱的是，她没有把这套方法留给自己，还整理成教程在网上兜售，教别人去识别那些会拯救少女的男性。后来购买教程的其他女孩也如法炮制。在流出来的教程里，有一种日本男性是重点目标，不是什么有钱人，就是普通上班族，恋爱不多，生活单调，容易孤独，也不大习惯麻烦别人或向别人索取什么。他们真正值钱的地方是想成为一个对别人有价值的人。就像商务语里的阿凉凉木莉一直企图拯救少女。更荒诞的是，莉莉酱拿到金币后转头就花给了 Hostel， 她从这帮男人那儿报的金币又被另外一群男人给报了，因为她感觉自己被需要了。这种已经都不是个案了。日本的孤独经济形成了一条奇特而绕口的资金链，男人花钱证明一个少女需要被拯救，少女再花钱证明另外一个男人需要被拯救。当这些神代、东横、古里国一股脑混在一起之后，令和日本又给这些病态少女们搞了一张非常好认的脸，地雷系。黑色、粉色、蕾丝、蝴蝶结、厚底鞋、十字架链条，眼睛下面还要有明显的泪带和阴影，整张脸就像刚哭完丧一样。日文互联网称这个叫病着也可爱。地雷系是在2017年、2018年左右开始扩散。原本地雷女是形容男女交往里那些看上去很可爱，但一踩就爆，接触以后觉得非常麻烦的女性。随着明天我会是谁的女友漫画和电视剧爆红，剧里的高桥优爱那个角色就是混在歌舞伎町街头，穿着黑粉地雷系，喜欢给 hostel 花钱，情绪问题严重，把网上所有病态视觉符号都集中到了一个少女身上。于是这个社会现象就从歌舞伎町和互联网进入了大众文化。
但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地雷系首先是日本特有的审美文化，并不代表少女一定有问题，也不代表她是混东横的或者是收割女，只不过是令和少女们第一次大规模的把创伤感直接给表现了出来。其实有时候根本不用创伤，因为青春本身就已经够乱的了。就在30年前，有人用残酷青春预言了这幅少女崩坏图鉴。90年代，岩井俊二开始了他的崩坏少女宇宙，把他们的宿命全部预演了一遍。燕尾蝶里虚构了一个架空的日本，日元成了最强货币，所有穷人为了抱金币冲进了日本，一个被金钱吞噬的狂乱东京烟塘，一个无名少女在欲望废墟里胸口刺着一只黑色的燕尾蝶刺青，在金钱和危险里挣扎求生。这部电影揭示了资本的残忍剥削，当钱成了一个社会的唯一信仰，少女只能把自己作为筹码，在残酷社会里换取生存的权利。燕尾蝶是金钱对少女的异化，另一部作品《梦旅人》就是现代病娇文化的早期底片。3个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年轻人，女主 Coco 穿着黑色羽毛装逃了出来，但她和另外2个都不敢下到地面，因为一旦掉下去就要接受冰冷世界的审判，所以只能沿着围墙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世界末日。就像今天的地雷系少女穿着黑粉蕾丝走在社会边缘一样。岩井俊二非常擅长把破碎、创伤和崩坏美感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在《爱的捆绑》里，他更是把现代人极度缺乏安全感、病态依存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主角用绳子把自己和房间死死地绑在一起，才能感受到1厘米的安定。这种对崩坏少女的探索，到了2001年，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终于迎来了终极毁灭和救赎。这部电影来自岩井俊二在网上的实验性小说，充满了黑暗的青春问题。同样在电影里，现实社会几乎沦为地狱，少女失之被人胁迫以后，手上的钱换来的不是快乐，是残酷。最后她的水手服从高处落下，就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风筝，里边的少女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现实里寻找避难所，而男性们却躲进了一个叫莉莉周的虚拟歌手容器里。现在回头看，岩井俊二用4部电影像是完成了长达10年的预言，从燕尾蝶的金钱异化到梦旅人的边缘围墙，再到莉莉周的残酷青春，令和并没有突然出现崩坏少女。30年前的电影和社会现实里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逃离、辍学、撒谎、创伤和各种崩坏，而后来的商业社会把每一种崩坏都给起了名字，因为资本明白一件事，伤口不用治好，伤口本身也能变成商品。于是黑粉蕾丝可以卖，病态装可以卖，孤独经济可以卖，杨尼奈果更是卖起了烂泥般的人生，好像在说就算烂成这样也能活到明天啊。从80年代昭和广告里的初恋少女，到90年代平成街头的女高生，再到21世纪二次元和地雷系里那些带着创伤寻找免责，在垃圾堆里抱团取暖的那些崩坏少女，她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年龄段或者一个群体，她们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日本社会40年以来最深处的欲望、虚伪、恐惧、自我救赎。凤梨罐头总会过期，街头也终会清冷，但在那个残酷现实里带着创伤的少女，为这个停滞时代留下了最后的狂欢和绝唱。这里是 Simbies， 我是儿童，小东西大时代，我们下期见。